小矮子，明天晚上30秒 KO 你。我最不喜欢说我个子矮，小矮人。明天我打你嘴巴。小伙子，别嚣张，别看我个子小，年龄大了，明天晚上照样 KO 你啊！他是小小身体爆发出大大能量的河喜格图，别看身材不高大，但是在擂台上的光辉无法抵挡。他拥有着草原狼之称，作为老将精神的代表，他在赛场上多用灵活的移动和摔法战术来击败对手，拥有不容小觑的实力，而且也是多次喊话方便，说30秒就能 KO 方便。但目前来看，我们的死神方便还没有和对方应战的准备。那今天这一场呢，其实是国内比拼啊。那今天与河喜格图对战的是来自格斗兄弟俱乐部的王秉印，一位年轻小将。擂台上的他主攻速度快，步伐非常的灵活，能很好的掌握比赛节奏，而且他的腿法也是非常的重。那这次面对河喜格图这位实力强悍的老将，在赛前王秉印也很是不客气的喊话，对手是小矮子，还说30秒 KO 人家。王秉印，我只能说咱听话呀，不学小棒子他们赛前嚣张挑衅啊，老实的打比赛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中国选手河喜格图，他身材确实是不够高大，所以也不喜欢被这么叫。也是霸气的回击，说会在擂台上打耳光教训王秉印啊，教训我们的小朋友。也表示啊，别看年纪大个子小，照样会 KO 他。那没有想到这国内的火药味儿也十足，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比赛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头发上有一绺红色的是我们的河喜格图，而短发就是王秉印。在比赛一开始上来，河喜格图马上展现了他特别灵活的步伐，开始绕着龙边跑。而王秉印则是占据了中间位置，但是目前来看，河喜格图是想将王秉印抱摔啊，但是没能成功。这个果然啊，王秉印他的核心力量还是不错的，而这个河喜格图他也确实是擅长用他的摔法来击打对方。那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战斗如何。在开始之后一直是在外圈进行游走。相信这场比赛之前，王秉印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身高和臂展优势进行全面的备战。是的，但是呢，绝对是不能轻敌的。错，河喜格图呢是中国的传奇 MMA 老将，他除了自己在做格斗的多年的征战之外呢，也是创立了狼牙格斗俱乐部，是带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没错，我们看到河喜格图也是身先士卒啊。在比赛当中也是有非常强势的表现，希望能够给弟子去做一个好的榜样。是的，那王秉印还是呢凭借着自己非常高的身高和臂展，的前簇。王秉印呢是一个反架，河喜格图呢是采取正架，一直也是在用自己一个很大的臂展去进行这种距离上的控制。其实我们说到啊，那大家可以看到，从开始到现在，王秉印一直是占据主动进攻位置的，主要是因为这场比赛他一定得拿到 KO 才可以啊，必须得去 KO 对方。只因为这场比赛呢，王秉印他是超重协议参赛，所以他必须得去 KO 对手，不然的话他怎么算都是输的。所以王秉印如果这场比赛不想输的话，就只能有那一个办法。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王秉印是否可以拿下这个河喜格图。更加的主动。这场比赛其实呢，对于王秉印来说呢，他的压力在于赛前的称重超重，所以这场比赛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才能够真正赢下。没错。那当然，身高和臂展是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对于打击摔跤手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重心，否则的话被对方进行下体抱摔是非常难受的。是的。因为在比赛当中呢，你要么就特别的远，要么就贴身，这也是留给河喜格图是两个维度的这种优势。这种优势呢，就是说自己的爆发力特别强，从远距离呢直接打入的这个能力也是相当好。而且永远不要小看这种摔跤手的近身反拳，还有老将的老拳没错。王秉印还是显得非常耐看，这就刚才操作的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好的，
但如果说是真正让赫奇科图是摸清了全路的话呢，王炳英要非常小心。王炳英依旧在主动进攻赫奇科图，而赫奇科图现在是被王炳英一点一点的给逼退到了龙边。哦吼，两个人刚刚的一个对攻拳啊，哇，打起来非常激烈，两个人现在可以说是完全谁也不让着谁啊。赫奇科图一击重拳啊，成功将王炳英给击倒，两个人再一次开启了新一轮的缠斗。视野盲区的，没错啊，而且刚才的袭击也是瞬间失衡，赫奇科图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会效果更好。是的，现在的赫奇科图呢，已经是摸清楚了王炳英的基本的一些的拳路路线以及身法路线，所以说你看到赫奇科图节奏上来，它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没错，下潜抱摔，我们看到会放倒吗？打口已经是搭上了，是很有可能开。哦，来到了赫奇科图比较擅长的位置。还是那句话呀，长怕搂腰。上位。赫奇科图这回是成功找到机会，将王炳英给摔在地上。但是两个人现在目前的姿势啊，没有完全的形成一个压制，所以王炳英在坚持着，而这个赫奇科图也在努力找着一个适用的发力点啊，来将对方完全的压制住。王炳英也在拳法进攻对方，两个人再次挣扎，成功解脱。王炳英这个防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哇！刚刚的那一个飞膝啊，其实还不错，但很可惜被这个赫奇科图直接给半摔啊！两个人是，直接顺势来到了地面上。哎，这个王炳英他的整个人的挣扎，他整个人的力量还是说非常可怕的啊！因为每次都被赫奇科图给压在地上之后，迅速的起身。让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比赛，剩10秒钟。是的。那么王炳英，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才能够真正赢下比赛。是这样，对于王炳英来说的话，时间是他最大的敌人。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刚一上来，赫奇科图的进攻欲望还是依旧非常强烈，而王炳英也不甘示弱啊，连续的拳法跟对方来回的互拼啊，互换拳。那在第2回合，双方的进攻架势明显要比第1回合更加强烈一点。没事，在有着这么巨大的身高和臂展的优势的情况下呢，切记，我们不能说着他去轻敌赫奇科图，切记把这种优势真正当成自己的绝对优势啊。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看到其实他可能不能像之前打刺拳、打衡量距离这样去试探，因为毕竟他赛前超重，必须终结对手。是的，更不允许有半点的犹豫，一定要更加的坚决。是的，赫奇后手，现在还是看。这就是慢慢王炳英也开始加速，是，毕竟还是要终结对手才能拿到比赛的胜利。是的，赫奇科图呢，在第1个回合，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呢，抱摔是成功，但是呢，那一轮的抱摔呀，对自己的体能也是一个大的消耗。好的，这个抡板，这种短促的发力，应该也是往往赫奇科图爆发性最强的。是的，是的，是的，边退边打，没错，老将。这场比赛，王炳英他非常的利用他自己的身高优势啊，来去进攻着赫奇科图。但是赫奇科图作为一个老将，他有着非常灵活的步伐，以及他非常经验多的头脑啊。面对对方的进攻，他知道该去怎么做防守，该去怎么进攻。所以看到他刚刚虽然说是在后退，但也一直的在做着进攻。的一个体能的储备，因为对于老将来讲的话，时间越长，他的体能储备下降也是的快。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体能储备，不是说是赫奇科图会不会到后面就没有体能，是的，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这种体能还能不能够维持让自己拿到优势的这种高频的移动的这种体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高频移动，包括反击，包括像对手的预判，都是建立在自己大量的体能储备之上。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从场面上来说的话，赫奇科图尽管在外圈，他其实比对手更累的。是的，连续打击。如果以赛车的角度来思考呢，那就是赫奇科图是一个非常善于弯道超车的这样一位选手。没错，好的，连续的打击。我们能够看到确实23岁的年轻战将王炳英他的拳击的基本功是相当强的。是。手拿得很低，也是对自己的打击有很高的自信。小心非常小心的，因为赫奇科图这个赫奇科图连续的击打王炳英，也我刚刚看到这个赫奇科图直接给了王炳英一个巴掌啊，也是应了他在赛前说在擂台上要打王炳英的这一句话。
而王秉义呢，面对对方的进攻，先是防守，再发起反击，不停的点刺，不停的在用远距离对赫奇格图进行进攻。哎，这就是赫奇格图。那么王秉义呢，对于这种的打击呢，虽然有可能自己是有格挡道，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冲击力，包括这种势头，那算不算是有效打击呢？也都是包括这种我们的拳套呢是非常的薄的，是也有多场的比赛啊，有可能这个拳套有挡住，但是的这种震荡力呢还是非常可怕。啊，毕竟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比赛的好的打击穿透力也是很强。啊，这一回合赫奇格图其实也是加强了自己对于对手的身体包括头部的这样一个联王秉义再次将赫奇格图挤在笼边，赫奇格图想摔，非常漂亮，这一下是直接抱摔对方。那没有想到啊，这个赫奇格图确实身材真的可以说是矮小，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力量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将王秉义比他高出那么多的选手可以直接抱摔在地。而现在王秉义是只能将对方用腿给锁住。现在赫奇格图想进攻的话，确实有点困难。两个人在地面上开启了新一轮的缠斗。而且在现场呢，也是面对老将呢，表现出来啊自己这种非常沉着的心理的成熟的程度。没错，我们看，尽管是在赛前放话的时候放得非常的凶狠，但其实到了比赛当中，他还是显示出了自己沉稳的一面，兵不厌诈。没错。十几秒钟的时间，上位的砸拳，我们看赫奇格图在争取自己更大的优势。是的，现在赫奇格图也是不知不觉的把比赛推到了死亡卡角的垂直压制控制。没错啊，不要忘记这是一位37岁的老将。现在看到是，看到第3回合开始。开场之后，王秉义想要起飞膝。是。毕竟还是要注意，因为对于矮个子来说的话，高个选手的这个膝击也是非常难以去防御的。是的，连续打击拳罚。第3回合开始之后，王秉义依旧延续着前2个回合的战术将这个赫奇格图一直挤在这个笼边来回的乱窜也不能说乱窜赫奇格图也是一直在寻找着合适的进攻机会。只不过是王秉义面对着如此灵活的选手他可能只能是先在步伐上逼近对方，然后再打出他的拳法。王秉义呢也是加强了腿法的进攻。其实刚刚在第2回合，王秉义倒并没有用很多的腿法。确实如果是单纯的从这个 ITF 的体系来说的话，王秉义的腿法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代表性，可能更多的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正蹬看来赫奇格图有一个推打的组合，是身体头部打击。确实距离上来说的话，还是王秉义占了很大的优势。是的，赫奇格图还是非常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前手。是，王秉义我看到加强了自己腿的密度。但是赫奇格图对于对方的这个拳法的摇闪，包括像摇闪的瞬间去打反击的这些状态是非常的好。是的。现在看到赫奇格图还是不停在以退为进，采取游走的战术。那么王秉义呢，他的拳法，特别是前手刺拳，也是相当的精准。为了去拉近和对手的距离，我们确实能看赫奇格图连续的摆拳，还是想抱摔王秉义。现在是直接拿出腿，哇，漂亮！再配合着半腿又再次的将王秉义给压在了地面上。王秉义本来是拿住了对方的头部但是他自己的力量也不太够，而且呢角度也很刁钻，所以也是直接松开了手。双方又是像第1回合一样就是半压制不压制的一种状态。相对来说是坐姿手臂也很长。接下来的话，看一下赫奇格图该如何去完成地面上的控制。确实呢，正像是刚才我们提到时间对于王秉义来说是最大的敌人。没错这边的话，赫奇格图可以去打得更加耐心一点。毕竟在比赛之前这是第1次他知道自己这场比赛最后获胜的方式。王秉义我看到想起身，但是赫奇格图呢还是不给王秉义任何起身的机会。好的，一拉，再次抱到腰部，连扑带打赫奇格图也是破釜沉舟了。没错这也是多年比赛当中对于比赛当中能够去锻炼出的这种交感。其实如果2个人从身形上来看如果说是到未来我们 JCK 战金城我们所有的拳迷到现场来看比赛的时候，如果看到这场比赛现场看，你们会知道2个人呢真的好像不是差了1个公斤，好像2个公斤。王秉义现在是完全可以挣扎起身
而这个河喜格图再次向前压制对方啊。刚刚那一下呀，我感觉差一点又把这个王秉义的裤子给拽掉了。而王秉义面对对方啊这个特别粘人的摔法也表示很无奈，所以也一直的在用拳来进攻对方的头部，想以此来打开对方的压制啊。河喜格图发挥好，好的，这是成功的执行了压平的压制，但是再一次的又双手撑地坐了起来。啊，我们第3回合来说的话，双方是2个人摔跤，这控制人怎么去形容呢？就好比是在一个泥泞的池塘当中去捉一条大鱼。没错啊，还是这种大泥鳅。1分钟的时间啊，看到河喜格图现在还是紧贴对手，挤压对手的一个移动的空间，不给对手任何的这种输出的指令。是的，王秉义现在确实杨洪刚在场外喊没有时间了，是确实。时间现在是王秉义最大的敌人，那么河喜格图呢也是深知这一点。这是因为毕竟他在比赛当中占据了巨大的体型优势。是的，老将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河喜格图不愧是最爱用摔法战术的一位选手啊！这一次呢还是想摔，但是被王秉义直接给抵挡住了啊！现在是王秉义成功的将对方给反压在下面。这也是这场比赛当中王秉义可以说是第一次完全的将河喜格图给压在下面进攻，但是他也没有找到一些特别好的进攻角度只能是用腿法来进攻对方。好的，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是最终打满了3整个回合那在一开始我也说了，王秉义这场比赛必须得去 KO 河喜格图才能获得胜利。那很显而易见他并没有能去 KO 对方，所以这场比赛呢，河喜格图还是以点数来获得了胜利。那在比赛的最后的那一个时间里双方在地面上缠斗的这一个时间里面，河喜格图呢可以说是差一点把对方的裤子给拽了下来。那从最开始2个人的战术呢，河喜格图就一直采取了一个消耗战术吧，可以这么说一直的在绕着龙边跑来去消耗王秉义的体力。而王秉义呢，他其实也是占据中间的位置，在步伐上逼近对方，只不过他的每次拳法以及他的地面上没有对方可能更加有利一点，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没有能去 KO 掉对方。好的，那是我们国人之间的对战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恭喜我们的河喜格图一位老将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那本期视频就先看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我们三顾茅庐花了整整6000万，终于请来了日本国宝级女拳王。这一次我们有十足的信心能够铲除张伟丽，我们必须要夺回亚洲女拳王的宝座。日本官方痛下血本，三顾茅庐请来了日本传奇女拳王，只为对付张伟丽夺回亚洲女拳王。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没有错，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是受邀参加了一个鸿门宴来到了日本东京。好，那小比赛前你也看到了，没有错，日本官方呢花了6000万，整整6000万，请出了传奇女拳王来对付张伟丽。好，那我们都说这个小日本子很不讲理，说没有钱没有钱处理这个核废水核污水。那么第一次和对方的藤野惠宪日本拳王去沟通，没有错，眼前的老太婆和他沟通说打一场比赛希望你出山，没有想到竟然被他给拒绝了那第二次再去请他的时候，说给他重金给他6000万，结果又是被他给拒绝。但是没有想到第三次去的时候，和他说打一个好的进攻的姿势。的确，对方这个当年很厉害他当年呢是称霸了整个亚洲拳坛超过15年。好，那么多年前她确实是亚洲当之无愧的女拳王，但是现在的她已经48岁了她是人老珠黄，说话也挺狂。因为她曾经说过只要她还活着，亚洲女拳王就必须是日本的。中国别来沾边。好，让我们废话少说，看下比赛。
两个人的作战风格上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比较凶，而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爱做防守。好不看，哇，对方日本女拳王果然打得不错啊，用对方的大饼脸疯狂打我们张伟丽的拳头。好，裁判是提醒双方啊要注意头部的防守，让两个人都上头了。藤野惠宪再一次主动来和张伟丽打地面战，那这是为了限制张伟丽战力上的一个优势，因为他也不傻啊，他能发现啊拼拳这一块的确是拼不过张伟丽，想通过地面的缠斗来限制一下张伟丽的进攻，但是在地面战上能打过张伟丽的人啊很少啊，我可以说还没有出生呢。但对方的日本老太婆现在是完全啊粘住了张伟丽的身上。好，我们仔细看，张伟丽放过这个上位的好机会，但张伟丽也是不想和对方啊再进行。好漂亮！哦呦，张伟丽连续低扫效果了，对方明显是有点站不太稳，主要还是对方的这个年纪太大啊，这腿呢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岁数太大就不要出来啊，这个带带孙子啊，养养花，做做饭啊，已经挺好了啊，非要偏偏来挑战张伟丽，这完全就是作死，而且搞不好啊还会把自己的寿命剪短。那当然和张伟丽打比赛的话是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越打越年轻，因为他会被打成孙子。好，连续顶膝。我们目前来看张伟丽的优势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哎呦漂亮！张伟丽上位连续的砸击，哦呦，哈哈，这什么姿势？对方像一个蛤蟆一样，那么怪不得对方今天穿了绿色的衣服，原来是个蛤蟆精。好，最后半分钟的时间。好，连续的肘击，张伟丽已经不再去进行拼拳，而是用肘击呢不断打击对方的这个额头。哦，我们仔细看，哇，对手的这个眉骨啊也没打出血了。好，裁判终止了对局。我们看，在比赛还剩最后2秒钟的时候啊，裁判是没有办法，赶紧终止，因为张伟丽下一步啊这个肘击马上要砸上去了。什么情况？对方的蛤蟆精。他的额骨被打出了血，而且整张脸我们仔细看，哦呦，整张脸都被打肿了啊！这样有个好处，让对方原本有皱纹的脸啊变得是没有皱纹了，也是有好处的。好，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张伟丽和对方的日本女拳王进行了一场非常刺激的对局。我们看对方的血呀，哇，这个已经是喷涌而出啊，这已经不是流出了。好，那么张伟丽的话，在第一回合用自己锋利的肘击给对方的日本女拳王上了一课。看来今天日本官方花的6、7千万啊，果然是不亏啊，对方的确很抗打。那么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日本选手来讲呢，这个家伙已经能算得上是非常抗揍的了啊。对方藤野惠宪曾经拿到过3次奥林匹克的拳击金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小心。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状态，能不能打完第2回合，观众朋友们，这还是个未知数啊。好，没有错，比赛来到第2回合，让我们看一下双方这一回合的精彩表现。对方再一次通过抱摔来限制一下张伟丽的进攻，但是我们看对方把对方的这个血啊都蹭到了张伟丽的胳膊上。那这个时候张伟丽找机会啊，不要过于留恋和对方去打这个缠斗，尽可能的还是要追求一些打击。好，还是连续的肘击。我们看对手，对手的这个额骨上方啊又多出来一个口子，
好，观众朋友们，裁判直接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终止了对局啊！2回合的时间让日本官方6000万打了水漂，没有错啊。这个1回合3000万啊，打得值。好，我们看一下张伟丽刚刚究竟是用了就是这个砸手啊，还是切肘？今天张伟丽的话就是把这个切肘玩到了极致啊，让对方的日本选手的切肘太厉害了，观众朋友们就跟刀没什么区别呀。对手把毛巾盘在了头上啊，现在状态非常的狼狈。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女神张伟丽。巴西女拳王时隔6年来找张伟丽复仇，结果惨被乱拳打成筛子，险些当场身亡。好，各位现在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巴对局。中国女拳王张伟丽大战巴西女拳王艾琳·塞迪奥梅耶尔。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要少说。同方选手黑色战袍张伟丽，蓝方选手啊粉色小背心儿，略带一丝性感的就是巴西女拳王艾琳。这个性感呢，我们不看她的脑袋还可以啊，一看她的脑袋，一看，这个家伙是个50岁的大妈。不仅是个大妈，同时呢，她还是一个巴西的女警察。这一次也是不远万里来中国呢，向张伟丽发起了挑战。连续顶膝。张伟丽打内围战的话，可以说是不怕任何人啊。对手的内衣这个胸衣啊，差点被打飞。我们看对手的这个身材，我们不得不说啊，确实有点东西。一直在晃啊，确实晃得眼晕。这场比赛，张伟丽和对方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手。曾经在巴西的时候啊，张伟丽和对方已经打过一场。只不过当时呢，张伟丽仅用时不到1分钟啊，就将对方的艾琳当场 KO。所以说这一次对方不远万里啊，跑到中国前来复仇，时隔整整6年。所以说在赛前呢，对方的艾琳表示说啊，这场比赛呢要让张伟丽加倍偿还啊，血债血偿。好，我们看对方想摔，但张伟丽的底盘呢非常的稳。要小心对方这个巴西选手的力气很大，但是张伟丽呢是把重心压得非常的低，让对方是完全啊这个又一次，这个家伙的力量啊的确是很恐怖。好，连续顶膝。已经双飞踢，小心啊！也可能是跟对手之间有过一次。张伟丽在腿法上的进攻非常的频繁啊，张伟丽的这个腿法还是非常厉害的啊。那本身呢，他是练习散打出身，所以说他的腿功的威力啊，那是不消质疑的啊。尤其像低扫啊，或者说侧方位的侧踹。这场比赛我们从侧面上来看，对方的整体身形是要比张伟丽呢，要壮很多啊，尤其是对方的这个胸肌啊，这个的确是要比张伟丽壮。连续的重击有效果，内围的顶膝。好，张伟丽想尝试拿背。张伟丽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擅长打内围战啊，因为他的这个顶膝啊，包括他的重肘啊都很厉害。好，我们看又是连续的4记顶膝，对方想通过搂抱来拖延时间。站立的这个连续的砸手啊，横切肘。这场比赛张伟丽在膝法和肘法上的运用很频繁。好，对方还是想摔。可以用我们中国传统武术那种寸劲的发力，对手法。像刚刚张伟丽这个手法，其实紧贴着对手的面部。张伟丽在防抱摔上呢做的也是非常的稳啊，他的重心压得很低。好，小心。和对方打地面的话还是有风险啊，对方来自于巴西。所以说这个家伙的这个地面柔术啊很厉害。又来了，这个家伙的力气很大啊！这场比赛已经连续第4次把张伟丽给举了起来。这个艾琳的这个力气啊还真是不小啊，那多次尝试想要把张伟丽给抱起来。
然后对方这个打法呢，看起来是非常具有压制力，但实际上对张伟丽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甚至来说呢，反是把自己的这个体能啊消耗的很大。张伟丽的话，少说也是有120斤的一个体重，好连续的砸击，让对方的艾琳呢还是很执着啊，这个就是喜欢搂住张伟丽的这个，就喜欢贴在张伟丽的身上。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那第一回合呢，我们说了很多啊，那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比赛比较精彩。好，第一回合的话，对方的艾琳很执着，因为是一场副手大战，所以说他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包括和张伟丽打地面，把所有的浑身解数都使了出来。说好听一点是执着啊，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有点钻牛角尖儿。当年啊，他被张伟丽用了不到1分钟就会打翻。那这一次的话，对方也是有进步啊，一回合了还没有被 KO， 而且他打的也不错啊。对方的脸法很厉害啊，用这个脸疯狂打张伟丽的拳头，那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夸赞一下啊。好，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精彩对局，让我们不要少说。连续几个腿法不错啊，对方也还了一个，也有质量。我看张伟丽啊，其实中低高都有啊。对。还想直接做个顶肘啊！现在我觉得张伟丽应该，或许下次就尝试打站立比赛了。双方在站立上的话，实际上还是张伟丽的整体综合能力要更强，他的拳腿组合以及他的连贯性。包括在站立上的节奏感上，你看打完拳之后啊，立马跟上这个低扫，节奏感还是在我们这边。哦，这个低扫很重，有机会。我们看对手的头发已经被打散了，内围上的顶膝，两人拼膝法，那对方完全是想不开。好，砸肘，近身的顶肘啊，拿这个肘尖儿打对方的这个脸。劲儿又抗击打，对。张伟丽现在对于这种内围的把位控制也有点感觉啊。好，这是尝试做一下关节技。我们看对手的对手的狗脑袋因为打出了血，而且对方的发型啊已经被打散了。本来就很老啊，这样一打的话显得更老。好，还是砸肘顶膝。照这个情况下去的话，对方啊，感觉今天很难挺过2回合了。好，又再一次用这种赖皮的替身方式来限制张伟丽的进攻。开始又僵持的时间呢实在是太长了，那裁判也看不下去啊。对手的这种打法啊，只能说是拖延时间，而且我们看对方的双腿啊已经有点发软了。很少有人能够，哎呦，这个顶膝有打到这个头骨，对方又来了，而且这场比赛作为一场复仇大战啊，那对方肯定是做足了准备。我们都说啊，打江山易，守江山难。那对方的话是把张伟丽放在显微镜下啊，反复研究，反复琢磨。对方的这个战术准备呢，一定是比张伟丽要更丰富。他知道啊，张伟丽的弱点在哪儿。那我现在来看的话呢，对方就知道啊，张伟丽不想打地面。张伟丽要小心，我小心点，不要把对方挤爆。这个角度的话，对方啊，这个很危险。对方的这个码数啊，确实很大啊，这个不得不承认。好，连续的顶对方的大腿内侧，让对方失去重心。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双方始终啊是僵持在这个龙边，而且对手的这个对手的脑袋，整个发型已经被张伟丽打成了一个疯婆子啊！如果现在我们给他一个碗，给他放到街边啊，我想必1天也能挣不少啊！这个跪在地上。好，最后的时间
边也好，还是正面对抗也好，根本找不到太好的办法。对。双方长时间僵持没有。艾琳对于张伟丽这种战力啊，好，没有错，比赛第2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我只能说啊，对方选手在张伟丽的面前，什么情况？这个裁判扇了这个选手的一巴掌，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要提示对手清醒点啊，告诉他现在你是来复仇的，你不是来这个打比赛的。那对方啊，我们都说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所以对方啊被张伟丽击败过一次之后呢，再次见到张伟丽，虽说有复仇的火焰啊，虽说很猖獗，但是啊还是有点腿软啊，还是有点害怕。他的教练啊给了他一巴掌，但是不知道这一巴掌能否在第3回合起到作用。张伟丽还是利用自己的扫踢来踢击对方的大腿内侧，让对方的重心呢是这两拳打得很准。双方又是来到内围。这个家伙的力量虽然说很大但都是蛮力他不会什么巧劲儿。那这个时候呢，完全可以绊腿，但对方完全没有这个意识。您这么做的话，进入不到地面，也只能是白白的耗费自己体力，是最多就是平安度过3局，对，最多了。对方的这个艾琳啊，的确是很抗揍啊，这个被张伟丽足足打了10多分钟。现在对方虽然说眉骨已经破裂啊，发型已经散掉，但是对方仍然是没有认输的意思，而且我们看他还有劲儿啊，还想尝试去打地面。张伟丽也不着急，因为这场比赛呢，我们前2回合已经顺利拿下啊。这场比赛无论是 KO 对手啊，或者打比分我们的这个胜算啊也很明显了。战力的肘击。手没有完全进去，而且现在张伟丽靠着龙边也不太好发力，不好发力。张伟丽这下真快啊！对方的手穿进来了。这个角度双方也能换拳，而对方的这个往后打拳的话，他是没有什么角度也看不见张伟丽在哪儿。双方打到第3回合，体能也是接近极限。我们看张伟丽的话，依旧是面不改色，而且呢完全没有大喘气的意思啊。那这个体能储备还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话是打的3回合啊，每回合5分钟的这么个15分钟的对局。张伟丽平时呢打的都是25分钟30分钟的对局，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对于他来讲好连续的重拳打的效果不错。前手刺拳加后手的横肘。艾琳这个脸上开口至少2个口对，围攻一个，眉心这儿好像也开了。对方又来尝试拖延时间，真的是有一点这种打纯泰拳的感觉了，是。双方真要说谁的力气更大，我觉得还是张伟丽的这个力气要更稳定我们可以持续性的打出一个平均的力，而对方只有第1回合的时候蛮有力气的，而现在的话，好顶膝，对方的血已经流到了眼睛里，双飞膝，这个招式都拿出来了，有效动作，对。因为在战力上确实是已经吃了很大。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位置，从第1局尝试到现在，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实际摔倒过张伟丽。对。张伟丽的手把内围，又是一招。好，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虽然说双方打的是龙边对局，而且对方呢，我们看起来是压制位，但实际上对方很被动。你看他别不断的吃张伟丽的这个顶膝，而且我现在怀疑他的肋骨已经断掉了。又是一个砸肘。我们看张伟丽的话，一直是用手把住对手。我这个家伙真的很抗揍皮糙肉厚。
正面的肘啊，其实这种短距离的肘很难把人打 KO 啊。对，它更多还是划开口子和打重击造成伤害。多 KO。对，腾空起来有大动作的这种肘也有可能打 KO，但是近距离的就是开口子。对，包括刚刚张伟丽前手刺拳加后手的横肘，这种距离稍微拉开一点的，是有可能 KO 的。对。最后4秒钟。艾琳也拿到了一个圈镜啊，但是应该是已经没劲儿了。对。好，没有错，比赛结束。这场比赛张伟丽和对方足足大战了15分钟，很可惜没有产生 KO， 但是这个结果已经很明显了啊！双方第2次交手，一场复仇大战。对手在张伟丽的面前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啊！纵使他有浑身的蛮力，但是啊，张伟丽的力气那也不是闹着玩的。可以说对方来到中国啊，讨了一顿打，被张伟丽又一次暴打了15分钟。对方的这个实力真不错啊，那他的抗击打能力很强，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张伟丽的这种陪练啊，移动版的沙包很合适。好，这场比赛没有意外，最终的结果一致判定27比30，恭喜张伟丽斩获比赛胜利。